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编。有句俗话叫做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不用说是英雄，99%的男人都过不了。正如今天这位副省级高官和一个比自己小了30岁的女人纠缠了13年，而在一声爆炸声过后，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枪声。到底是男人太风流成性，还是女人红颜祸水？相信大家看完后会有自己的评判。故事发生在中国山东省的济南市。作为省会城市，济南相对来说比较繁华。2007年7月9号下午5点30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陆续开始下班回家，路上的车流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一辆蓝色思域轿车，驾驶员是一个年轻女子，车辆后面还贴有新手司机的标志。按理说，碰到这种刚上路的新手，大部分司机都会比较宽容，会尽量和他拉开距离，总怕对方会突然来几个骚操作。而到了5点34分，这辆思域轿车行驶到了济南建设中路，结果不小心和一辆捷达出租车发生了剐蹭。而正当出租车司机准备下车理论时，思域轿车突然发生了爆炸，车内女驾驶员的身体当场就被炸成了两半，上半身的肉体飞到了10几米开外的路口，爆炸点数米范围内更是散布着很多人体组织。马路一侧居民楼阳台的窗户更是天降异物，这声巨响直接就吓呆了周围的民众，2个路人还不幸受伤。很快2辆轿车就开始燃起熊熊大火，出租车司机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艰难地离开了驾驶位，勉勉强强捡回了一条命。他看着熊熊大火，围观的民众可以说是议论纷纷，都以为发生了恐怖袭击。消防员扑灭大火后，2辆车都被烧得只剩下乌黑的外壳。按理说2辆轿车不属于电车，也不是剧烈碰撞，怎么就会突然发生爆炸呢？根据现场残留的火药痕迹还有装置残骸，警方就怀疑有人是故意策划了这起爆炸案。而在道路监控画面中，警方就发现涉事的思域轿车用的居然是警局内部专用的车牌号，这就意味着事情更加的不简单。难道是说驾驶员是遭到了罪犯的报复吗？这是最后一起还是第一起呢？警方可以说是压力山大。案件被新闻曝光后，直接就引起了北京高层的注意，一时之间，各种奇怪和充满想象力的解释像病毒般传了开来。很快，受害者的身份就得到了确认，她是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的时任女干部刘海滨，出生于1976年。案发时刚满31岁，调查人员觉得很奇怪，一个国土资源局的公务员怎么会开着公安局内部牌照的私家车呢？毕竟他不是警局高层的家属。那顺着这个疑点调查后，一个叫做陈志的男人就出现了，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时任副队长。警方发现死者的公安牌照就是陈志弄的，这还不算什么，而最巧的是，这个毕业于警官学校的陈志是个公共安全专家，曾经学过遥控爆炸的课程，而案发时他又刚好经过爆炸点。而在大量证据面前，7月11号晚上，也就是仅仅在案发2天之后，逃到青岛市的陈志就被专案组请去核查。刚开始他一直否认自己和这起爆炸案有关，直到调查人员亮出了很多证据后，他才不得不承认，就是他通过遥控炸弹杀害了刘海滨。然而他爆出的幕后凶手却让专案组大吃一惊，因为幕后主谋居然是一个副省级高官，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对的，就是图片中这个人，浓眉大背头国字脸，一双忧国忧民的眼神。案发4天后的7月13号，段义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突然被专案组带到北京突审，他根本就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在他离开办公室时，他的办公桌上还有很多文件等他签名。在北京的审讯室里，段义和就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确定爆炸案不是恐怖袭击后，紧张的恐慌虽然散去，可也留下了诸多疑问。当时的段义和已经年过花甲，61岁的他是个副省级高官，还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过往仕途节节高升，前途也一片光明。
可在这么重要的人生节点，他为什么要谋划这起断送自己前程的爆炸案呢？那这一切还得从他和死者刘海平的孽缘说起。根据资料，1946年，段玉和出生在山东省的齐河县，后来考入名牌大学西安交通科技大学，就读于该校的自动化专业。他作为从村子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天津市工作，后来被调回山东省。在外貌上，段玉和身材高大，长得呢也确实是一表人才，据说女人缘也非常不错，就是家境比较普通。工作后的他在管理人员还有处理问题的作风上可以说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加上原本就非常扎实的专业技术，他很快就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因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并不多。在被提拔到山东省委组织部工作后，段玉和在仕途上开始步步高升，从副处级到副省级这个级别，他用了17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些成绩，段玉和在老家的威望很高，从老家走出去的，能够在政坛上混出像这样成绩的人，当时只有2个，而段玉和就是其中一个。有这么一位大人物，任谁也得在外人面前吹嘘几句。而凭借自己的能力，段玉和也确实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当地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每一次回家时总会提前下车，一路上和乡亲闲聊，没有一点官僚爷的架子。每一次段玉和回家，他的老家就会像过年一样热闹。衣锦还乡原本就是普通人的期望，受到父老乡亲的肯定，则更是锦上添花。除了仕途上的功成名就，段玉和在婚姻上也收获了果实。他与妻子既是青梅竹马，又是患难夫妻，2个人都是同乡，彼此之间的住所相距不到2公里。当年2个人还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段玉和没有办法和妻子常住在一起。为了让段玉和安心工作，当地部门就专门派了招待所一个女服务员去照顾段玉和的私人生活，而她就是刘海平。就是从这里，段玉和刘海平命运的列车开始偏航。根据资料，1976年，刘海平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的一个农村家庭，身高1.65米的他长得非常的俊俏。高考落榜后，刘海平被老家的一个招待所录用，作为服务员。按照那个年代的审美，他是招待所的所花。后来，刘海平就有了特殊的任务，负责照顾段玉和的日常生活。而当时18岁的刘海平就发现，虽然段玉和比自己大了足足30岁，但是2个人却没有一点沟通上的鸿沟。尤其是这个男人高大的身影，还有聪慧的脑袋，更是拨动了他心中的那根琴弦。因为妻子不在身边，段玉和的生活可说是过得非常的单调枯燥，但是刘海平的出现却缓解了他的这种感觉。而慢慢的，2个人就走入了对方的心扉。而在刘海平年轻的身体还有外向的性格上，段玉和就体会到了男人渴望的感觉。而在他的引导下，刘海平也从女孩变成了女人，尤其是在性格还有处事方面，她变得更加的成熟。后来段玉和被调回到了济南市，那为了缓解和情人的相思之苦，他就利用自己的职权给刘海平弄到了济南市人大招待所的岗位。如果说当初刘海平对段玉和的以身相许只是出于儿女情长的原因，那随着段玉和在仕途上的步步高升，则让刘海平看到了自己的美好前程。毕竟谁不想乘风而上呢？况且不是谁都有这个机会。而在后来，刘海平就开始逼迫情人离婚，而每次完事之后，段玉和也是满口承诺。可是自从当上市委副书记之后，他就改变了想法。如果说刘海平是一片甘露，那自己的仕途就是一条河流。甘露虽甜，但又怎么能够比得上河流源源不断的活水呢？而为了稳住刘海平，段玉和就连哄带骗，先和他保持情人的关系，等到有合适的机会，再光明正大和他走到一起。到了1998年，段玉和就当上了市委组织部的部长。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就将情人从招待所弄到了济南市的财政局。那同时，刘海平的父母也被这位准女婿安排到了济南工作。而段玉和的想法也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这2位老人催促情人刘海平嫁人，这样自己就可以里外通吃。
她作为一个孝顺女儿，而在父母的频繁催促之下，加上和段奕和结婚遥遥无期的原因，万般无奈的刘海滨就只好匆忙和当地一个医生结了婚。在婚后，刘海滨也强迫自己要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去想和段奕和不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实就是这么现实，一个身居高位的市委高官，一个平平无奇的医院医生，答案不言而喻。对于女人来说，要么选择柴米油盐酱醋茶，要么就选择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女强人。体验过特权的刘海滨就更加懂得权力二字的重量，特别是段奕和在2001年官居副省级后，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就是我刘海滨将来可是要去北京的女人。后来在丈夫忙碌的时候，刘海滨经常会跑到外面和段奕和偷情。2003年，通过情人段奕和的关系，刘海滨就成功进入了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一上任就是科级干部。在和丈夫婚姻期间，她有了身孕，但是丈夫知道这里面的种不是自己的，搞得大半天自己居然被戴了顶绿帽子。忍无可忍之下，丈夫就主动提出了离婚。而深陷婚外情泥潭的刘海滨对丈夫首先提出离婚感到非常的意外。而在丈夫说出离婚这2个字后，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准确的来说，刘海滨更害怕将来段奕和也会这样抛弃她，所以在这一瞬间，她就有一种失去一切的失落感。她突然对丈夫变得非常的依依不舍，特别是当她得知丈夫患病之后，她也试图给丈夫做最后一丝的补偿，但是男人的心一旦被伤透了，就很难破镜重圆。离婚后的刘海滨就变得非常的失落，她明知道丈夫是爱自己的，明知道自己出轨也是不对的，但是在权力和身体的诱惑下，她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跨过红线。为了安慰情人，2006年年底时，段奕和就给她升了职位。尽管如此，刘海滨心里仍然充满失落还有痛苦，她变得更加的孤僻还有偏执。而这时，一位建筑商就找到了刘海滨，得知刘海滨是段奕和的情人之后，对方就试图通过刘海滨的关系贿赂段奕和，为自己的生意铺平道路。为了能够实现家外有家，段奕和呢也接受了贿赂，他将市区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送给了情人，并直接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与情人过起了夫妻般的生活。这样刘海滨似乎又看到了成为正宫娘娘的希望。然而，对于身居高位的段奕和来说，他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只要他一声令下，再貌美再年轻的女人也得乖乖跪在他的面前。而此时的刘海滨已经年过30，看着即将逝去的美貌，刘海滨心里是越来越着急。他加快了自己夺位的节奏，他不断催促情人和妻子离婚，同时他还做了2手准备，先是逼迫情人将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然后在暗中记录情人所有的受贿情况。在案发3个月之前，刘海滨一天会给情人打30-40个电话，他还要求情人定时定点回他电话，例如早上起来要用手机打，到办公室后用座机打，中午呢则用宿舍的电话，晚上9点半在家里也要打。这就导致段奕和每次都像个贼那样偷偷摸摸。有时候只要在电话里听到其他女人的声音，刘海滨就会发脾气。可以说一整天下来，刘海滨恨不得24个小时全程盯着段奕和。情人对钱财还有权力的迷恋，既然段奕和感觉到自己好像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蜘蛛洞。恰恰在这个时候，情人又多次提出要结婚，这就让段奕和感觉到了真正的威胁。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了定时炸弹。而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刘海滨就发现段奕和居然瞒着自己在济南市偷偷包养一个年轻的女孩，这让刘海滨惶恐不已。他是又哭又闹，让段奕和不胜其烦。而最后段奕和就直接索性提出了分手，表示愿意给5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不过从此2个人的关系就得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结果没想到刘海滨直接就翻了个 double， 他要100万，否则免谈。2007年4月，中国相关部门就颁布了新的公务员纪律条例，谁包养情人被发现了，谁就得被降职或者撤职等等。看着这些条例，刘海滨像拿到尚方宝剑一样找到了段奕和。
限他在6月1号之前打款100万，要么花钱消灾，要么就等着被举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段奕和就萌生了彻底除去刘海平的想法。而刘海平自然也不傻，在看穿段奕和的心思之后，他就暗示自己的父母，如果我遭遇不测，那10成8九和段奕和有关。造一个人也许并不难，甚至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可是杀一个人那就不简单了，因为这个人呢已经留下了太多的社会痕迹。那如何让刘海平消失的同时，自己又不引火上身呢？段奕和是想了又想，也尝试过很多种方法。那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当时美国遥控爆炸案的启发，他就决定利用遥控炸弹炸死刘海平。他认为爆炸引起的火灾足以销毁现场的所有证据，可是要怎么在刘海平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偷将炸弹安放在他身边呢？这又是一个技术范畴以外的难题。而后来帮段奕和解决这个难题的人，就是他的侄女婿陈志。在一次喝酒时，段奕和就将自己的烦心事说了出来，包括自己预想的煤气中毒、高速公路爆胎等方案，但是每一次都因为种种原因失败。就例如上一次，刘海平的车还没有上高速就爆了胎，这导致谋杀计划再次落空。而根据资料，段奕和在家里排行老三，陈志呢是他大哥的女婿。陈志能够进入公安机关并且得到提拔，全都是靠这位三叔帮忙。陈志表示可以通过遥控触发炸弹，伪造汽车因为油箱过热发生爆炸的假象，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除去刘海平。那加上自己是公共安全专家，工作内容呢就是接手爆炸案，那到时候自己直接把这个结果改成汽车自燃，就一切万事大吉。后来陈志就通过公安局的另外一个同事弄到了2公斤炸药，还有5枚雷管。之后又找到了一家汽修厂的老板帮忙，合作制造了遥控爆炸装置。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几次到郊外做了实验，检查爆炸的效果。而另外一边，为了稳住刘海平，段奕和呢就开始向他示弱。而为了明确自己的诚意，他还买了一辆蓝色思域轿车作为订婚礼物。同时还让陈志办了个警方的内部牌照，省去了很多税。他看着情人段奕和准备的一切，刘海平是心花怒放。他以为这一次终于要成为正宫娘娘了。而在正式作案之前，陈志就给刘海平打电话说，你的牌照挂的是公安局的内部牌照，所以需要将车辆开到公安局审查，办理相关的行车手续。而刘海平呢也丝毫没有怀疑，直接就把自己的车钥匙交了出去。借助这个机会，陈志就将爆炸装置安在了刘海平的汽车油箱里。很快动手的机会就到来了。当时济南市区的温度来到了38度，陆续出现了车辆自燃的事情。陈志知道是时候动手了，所以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跟踪刘海平，寻找下手的机会。而到了2007年7月9号下午，他发现在经过建设中路招商银行附近时，刘海平的汽车刚好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剐蹭。那这正是一个制造2车碰撞引发油箱自燃爆炸的绝佳时机。那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马上就按下了手中的遥控，然后现场马上发出了一声巨响。从车上确认刘海平当场丧命之后，他很快就离开了现场。按照陈志原本的计划，他只是想用微量的炸药引爆油箱，造成汽车油箱因为温度过高发生自燃的假象。可是不料他放了过量的炸药，而且还用了普通人很难获得的烈性 TNT。那再加上思域轿车油箱封闭的比较好，这就使得爆炸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他的预期。那恰恰是他的这个疏漏，为警方的调查留下了关键的线索。而对于那位出租车司机来说，他算是幸运的，因为炸药爆炸的主方向是垂直向上的，加上他的出租车是钢板比较厚的捷达牌汽车，所以他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另外一边的刘海平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炸药就直接放在他的座位下面，所以他被炸得4分5裂。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爆炸案都会由陈志来做鉴定，可谁知这个案子直接惊动了北京高层，他们甚至直接绕过山东省成立了专案组，直接空降济南开始独立调查，反应速度快得让人非常的感动。自知牢狱之灾即将到来的陈志马上就逃离了济南，可是刚逃到青岛就被警方抓捕。
而在审讯室里待了没多久之后，他就把自己删除段奕和的所有事情全给抖了出来。报纸刊登段奕和策划爆炸案的消息后，民众议论纷纷。谁能够想到，这个外表朴实、充满魅力的副省级高官，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居然会是一个如此凶残的杀人犯？2007年8月，当地法院就公开审理了这个案件，因为使用炸药谋杀还有受贿等罪名，一审判决中，段奕和就被判处死刑。他听到死刑判决之后，他的脸色惨白。他辩解说自己只是让陈志教训一下刘海滨，但是没想到陈志居然直接把人给炸上天。而这个说法估计狗听了都不相信。正如后来提审过程中，段奕和曾经说过，我现在是很后悔，但是我是后悔用了炸药，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还会弄死刘海滨。实际上，单靠段奕和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不够钱为情人买房买车，那他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很简单，别人送的。谁想升职，谁就会上门送礼，香车美女、古董现金，样样都是男人的软肋。而根据官方公开的资料，段奕和先后给情人刘海滨买了2套住房，还有1辆轿车。另外，他还有100多万元人民币的零花钱，来源不明。而这些别人可能要穷尽一生赚来的财富，段奕和只需要一句话，甚至只要一个眼神就能够拥有。而段奕和第二个年轻貌美的情妇，就是某个富商送上门的礼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10几年时间里，在段奕和的帮助下，刘海滨从一个打工妹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并且在多个政府部门调换工作岗位，当上了正科级的干部。而他2个妹妹亦是如此。不过有意思的是，从案发到判处死刑，这个过程仅仅只花了1个月。而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案件的处理速度呢，是刷新了以往的任何记录。从7月9号下午爆炸案发生到8月9号一审宣判，有人说不是不喜欢这个效率，就怕背后水很深。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要用金钱还有女人挑战一个男人的软肋。如果一个男人的底线没有被攻破，那就是你给的价格还不够。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